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今天是520啊，情人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小幅下跌，下跌幅度0.33。这样的行情下啊，我们看到美股已经出现了一个下跌趋势。这个下跌趋势呢，起源于5月2日的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了之后走8阶阴线，那么目前行情正处在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下方就有唐僧阴线作为我们的预期。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沙僧阴线呢是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在反弹之后呢，趋势上对于道指来说依然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我们有预期走出一个唐僧阴线，最终呢可能会止跌于 MA169这个位置上啊，169日均线这个位置上，大概的位置是在$32,500附近啊，32,500点附近。那么行情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目前是一个跟跌不跟反弹的一个结构。那么反弹行情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啊，这里的反弹呢主要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行情。在下跌的过程当中，5月6日我们看到了跟随美股啊，几乎跟随美股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走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反弹的一个过程。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反弹过程完成了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之后，围绕这个反弹西游做来回拉锯的震荡。那么下方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大概位于26000点这个位置上，是由前面行情当中从1月份开始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但是这条支撑线位于26000点的这个支撑线呢，非常容易被跌破。原因是啊，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并且呢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反弹完成之后，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完成之后，它的下跌的时间级别容易发生放大啊，也就是说从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放大到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个标志性的周线级别的阴线呢是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在4月初的行情当中已经产生，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目前仍然在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行情连续4周都是干扰性的 K 线，原因是8阶阴线还没有发生，起码是在周线级别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8阶阴线还没有发生。一旦下周走出8阶阴线，那么紧接着可能会走出周线级别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目前下跌的趋势、下跌的风险伴随着美股还没有消除。那么本轮行情的调整啊，最大的一个调整周期，我认为也就是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原因是本轮行情已经走到了熊市的末期，很有可能出现2次触底的行情，但是触底的过程呢，并不一定到达前面低点$15,000，这个位置上可能是在$22,000这个筹码密集区啊，也就是说从1到3月份形成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可能就会对比特币的价格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并且在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我们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最终呢周线级别唐僧一线可能会触及$22,000啊。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未来2年我们依然判断是一个牛市行情，因此呢要缓慢的建立自己的多头仓位或者是现货仓位，在这个过程当中，目前仍然是一个左侧交易的思路。那么只有行情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底部位置确立了之后才能看到当前低点在什么位置上发生。因此呢，在左侧交易的这个思路上，要缓慢建仓、分仓进场，这样呢，在有仓位的前提下未来才能抓住牛市行情带给我们的丰厚的利润。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是跟随比特币下跌的，但是下跌幅度呢是弱于比特币的。原因是我们刚才在前2天解释到了，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走出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目前处在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比特币是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以太坊呢缺乏的是一个唐僧阴线。这个唐僧阴线出现之后，大概率会打到$1,600附近，最终呢会让 K 线同144均线和169均线相交汇。
这个位置上可能形成一定的支撑。同时呢，如果比特币走出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话，那么以太坊的下跌力度也会非常恐怖。原因是目前在4月17日的这一周，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目前呢处在8件阴线的势力范围，再往下走呢可能会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这样的行情啊，我们认为在$1600现货有一个仓位，然后如果能够发生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话，我们再往下补，这样呢会同步比特币啊做一轮以太坊下一轮的牛市啊，做这个趋势交易，往往是获利颇丰的啊。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是落后于比特币的下跌趋势，但是啊下方$1600这个支撑位一旦跌破的话，我们有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这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啊，一定要快速把这个仓位补满。那么这个调整的时间呢，我认为比特币同以太坊呢都是在5到7月份啊，7月中旬大概率能够回头看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这个底部呢，只有回头看才能看见，所以呢，在筑底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时间段啊，应该缓慢把仓位补满。那么我们看到 IN 勾最近几天非常强势啊，目前已经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突破。这里的突破是我们看到50日均线、10日均线和 K 线本身啊，对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进行了一个突围性的动作。那么它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突破动作呢，是源自于小时线级别的突围动作的。小时线突围动作在5月17日就已经发生了，因此呢，我前2天就提到了啊，$5.5是目前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并且 IN 勾的强势让它非常容易产生突破行情。那么再往下走一个时间级别呢，是15分钟级别，15分钟级别本轮行情也是在5月17日开启了一轮突破性的行情。然后我们结合 K 线吸油战法对 IN 勾进行解读，我们发现啊，对于 IN 勾来说，周线级别上目前处在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沙僧阳线在4月10日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调整的过程当中也是围绕这个沙僧阳线进行的调整过程。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快速的下杀，这里的下杀幅度达到44%的下跌啊。虽然如此巨大，但我们认为 IN 勾是一个强势币种，因此呢，它的回调力度往往也是非常快速的。它的上一轮的调整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接近45%的一个调整过程。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沙僧阳线之后呢，我们认为上方就有可能走出唐僧阳线。周线级别我们看到这里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本轮调整过程经历了3轮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调整，调整完成之后啊，主要对上涨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啊，进行了一个回踩。回踩之后呢，目前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反弹过程。再往上走呢，我认为本轮行情日线级别上容易出现悟空阳线、8件阳线、沙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到达$8左右的唐僧阳线，然后继续震荡反复震荡之后，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围绕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动作，最终呢是有机会有可能在周线级别上走出它的周线级别唐僧阳线的。因此呢，对于 IN 勾这种强势币种，在比特币如此回调之下依然保持强势的币种是要多多关注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链上土狗啊疯狂爆发啊，我们就发现啊，土狗行情没有上限，同样也没有底线。那么每天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好狗呢？就是我在最近几天啊，也对这个会员群朋友介绍了几个好用的工具啊，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网址啊 JECK 啊，这个网址上就可以看到最新发行的以太坊链上的土狗，点击新矿池，然后点击以太坊链就可以找到目前刚刚发行在链上的土狗啊。进来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打开这个地址，然后呢可以看到它的 K 线，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最新上线的一个土狗BOJACK 在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K 线非常短非常少。那么看到这个界面之后，我们同时也要看它是否安全。那么JECKO 这个网页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
分析它是否安全的一个工具啊。可以看到左边这里面啊，它有没有收这个买入税啊、卖出税啊，滑点多少啊，都会给出一些，同时也给出了成交量啊，各种信息都给的非常全。找到这些之后，我们还要看这个它在以太链上的一个筹码分布啊，它包括它的一个社区啊，这里是它的社区，也可以查一下它以太链上的筹码分布等等信息。综合分析之后啊，你才可以考虑是否要对这个土狗进行买入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老一点的，比如说 AVE 啊这个工具来分析判断啊。总而言之呢，土狗风险非常巨大，但是在巨大风险的背后，往往会带来非常多的利润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打算自己去开发一个工具啊，我做了一个这个分析的一个软件啊。这个软件呢，我认为首先用爬虫啊去爬这个 GECKO 这个地址啊这个网站，然后找到一些合理的这个决策条件，符合我们决策条件，同时呢才能进行冲狗的这个动作啊。冲狗之后呢，在翻倍之后或者有一定利润之后啊，减仓离场，并且减仓呢，我们也是做阶段性的减仓啊，这目前是一个想法。然后团队正在做这个软件啊，做好这个软件之后呢，首先还是给我们 VIP 群的朋友们首先体验使用啊。那么土狗呢风险非常大啊，但是呢也有一定的利润，所以呢且行且珍惜啊，一定小仓位去做啊，毕竟呢船小好溜头啊，在受到损失之后啊，你不至于那么心痛啊。同时呢打新的这些土狗往往也有的时候会有非常高的利润啊，这些利润呢最好是在零区块的时候进行介入啊，所以呢要掌握一些工具啊，找到一些方法之后啊，才能够在有枪有炮的这个情况下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